大家好，这是徐仁梦啊。今天咱们也来吃口焖子，看看在 CK3 中多久才能吃成大胃袋。首先捏人环节名字就叫做梁子，宗族叫焖，焖子的焖，家族格言活着吃，死了算。年龄的话就按照我的真实年龄捏16岁，体重直接拉到最低这个时候可能有观众老妖说了，体重低又怎么样？那性格捏个暴食，很快又吃回来了呀。没错，所以不捏暴食那捏个什么呢？梁子呢有这个家暴史称不打老婆就不算男人，那就捏个罪恶特质，虐待狂好了。再来一个懒惰，其他特质的话，为了展示容错捏一个食欲不振没有食欲，什么都吃不下去。再选一个面目狰狞一想到梁子就难免想到那张脸面目狰狞不算过分。为了不吓到大家就不放图了。除了脸之外，第二能想到的就是梁子这个体重和身体状态都这样了，他还活着好好的，对吧？我觉得捏个海格力斯不算过分。但是呢，换个角度来看，这个身体呢也确实是一日不如一日了，还是捏个衰弱好了。该角色的身体日渐虚弱，徒留其患病无力。到这里特质的话就捏完了。在我调整点数的时候呢，突然想到一件事儿，中世纪生产力非常低下，假如没有足够的肉能够做成焖子给梁子吃怎么办呢？还有人肉再捏一个食人者好了。开始游戏，先来看一下目前的情况。梁子体重-100，目标的体重呢也是-100因为营养不良和衰弱健康呢也低于正常值。即使如此，梁子依然可以选择避免饮食，在接下来3天里继续断食，这样很快就死了虽说是好事但是这期视频的目标就完成不了了，所以还是选择增加体重，狠狠造焖子吧。造了几天梁子决定离开丹麦去学习一下欧洲其他地方的特色焖子。看了一下地图一路上全都是高危险地区一路上全都是黑粉，小手怎么点也拉黑不完回过头来把宫廷舒适度、餐饮和住宿的标准拉到最高，试图吸引良卫队来保护自己前往这个梵蒂冈。看了一圈没有一个人愿意，大家都害怕来宫廷之后会被这个面目狰狞的食人魔给吃了。好在重金之下必有勇者，梁子花了65块钱雇了一个叫做罗尔夫的人来做良卫队主管，出发前往科隆学习德国特色焖子经验。德国这里的香肠文化非常知名，据说呢有上千种不同的香肠一段时间后，梁子到了科隆，品尝了一下德国香肠，发现这个肉含量太高了，淀粉太少气冲冲的回丹麦了。回程路上呢，还被这个德国人嘲笑是丑八怪冠了一个非常名副其实的外号。第二次，梁子到了英国坎特伯雷，学习不符合欧盟标准的英国香肠，没想到淀粉含量还是太低了，非常失望。最后一次，梁子到了梵蒂冈，品尝到了当地的特色波伦塔，也就是玉米糊。这里的穷人会用粗玉米粉加水煮成了玉米糊，然后再切成小块油煎。这次就对了嘛，淀粉含量够高了不过少点肉味。回到丹麦之后呢，梁子与瑞典王太后结婚并生活了一段时间。就在双方这个互相熟悉了，梁子准备打老婆的时候呢，突然想到自己打完老婆可能会被太后的儿子瑞典国王打于是就想要离婚。那么想要离婚的话，就需要梵蒂冈教皇同意梁子大手一挥，给教皇拿了2捆焖子。教皇一边吃一边说这玩意儿可比波伦塔好吃多了。由此梁子名声大振，焖子成为了罗马教廷的指定美食之一教皇造完了，接着就该梁子自己造焖子了。文化改革一上，节庆频繁举行宴会的间隔时间缩短一半，可以更加频繁的造焖子了。文化就叫做焖子新的时代，新的纪元，新的焖子。王国也可以改下名字焖子王国。至于二婚梁子选择一个普通人，天天囚禁家暴一段时间后，教皇来买焖子看到了此番情景，于心不忍，安排2人离婚了，放走了二婚妻子虐待狂梁子看到妻子被放走，压力炸了2级染上了大骂。
由此呢又研发出了加大麻的闷子啊，双重欲望一次享受。紧接着立刻召开了发布会啊，也就是第一次宴会，邀请各界名流前来品尝。品尝会上有一个叫做赫罗维尔的人，非常担心梁子提供的食物里有毒啊，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啊，人肉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改良方向啊，刚好这位呢体重高达80，顶级何人啊，这个可以做不少次尝试啊。梁子立刻喊侍卫啊，给这个赫罗威尔从宴会上抓走，丢进地牢，任凭他喊什么我是来参加宴会的，你们要干什么啊，也无济于事。很快就被做成了焖子，被梁子造了。宴会加了个菜，梁子呢也是没吃过这么肥的啊，吃到消化不良了，找来了医生啊，开了2盒健胃消食片，症状好了很多。宴会结束后，开始于西南修建庄园宅邸，建设好之后呢，开设宴会就可以减少花费了。不过需要5年时间。于是梁子在宫廷里呢又抓了2个，依然是这个砍头放血啊，然后做成了焖子造了造了之后呢，依然是消化不良。医生给开了健胃消食片，没想到这次吃完药之后更难受了。看来这医生也是个黑粉，小手一点，直接就拉黑做成焖子了。几年后，庄园宅邸修好，为了庆祝，再开一次宴会。宗族传承这里可以选择律法传承的第1级，可以再减少30%的宴会花费，进一步的压缩焖子成本。很快，南边的神圣罗马帝国按耐不住了，开始举兵攻打焖子王国，兵临城下，人人自危。所以开个宴会吧。宴会结束之后送了2条焖子，双方谈和。申罗抢走了一块伯爵岭既然谈和了也值得庆祝一下再开个宴会吧。教皇因为梁子缺乏虔诚所以教皇响应了教皇的请求，给予了他自己焖子王国宣称那开个宴会吧，给教皇再拿2条焖子。瘟疫肆虐，伤寒在丹麦王国爆发，那开个宴会吧，吃点焖子就当预防了。伤寒很快就结束了接着是肾火病得了病会一直手舞足蹈，狂欢跳舞那开个宴会造点焖子吧，对吧？宴会里那得病不得病都这样。肾火病之后，南边爆发了民粹，那做成焖子吧再开个宴会都造了得了。造完了之后呢，教皇说耶路撒冷还有焖子梁子于是就亲率军队参加十字军，作为第1支队伍，直接从海上登陆了耶路撒冷3000多人都被穆斯林给杀了，唯独梁子没事儿。据说是穆斯林看到梁子还以为是猪，都躲着走，没有一个敢近身上前的。梁子徒步回到了焖子王国，教皇的诡计没有得逞差点气死了，撤销了他十字军战士的称号。梁子发现被骗了之后立刻亲率全军攻打教皇。宣战后开了场宴会庆祝没想到宴会上全都是教皇的人，当场就抓了起来丢入了地牢很快梁子因为没有焖子吃，活生生饿死在地牢中最后的梁子呢就是标准的100体重，目标的体重呢也是100，看起来和真实的梁子区别说实话不是很大了。大卫带计划成功了。好了，这里是徐人木这期就到这里结束了，喜欢的话请务必3连加关注，我们下期见。